Hello， 大家好。前两天呢，有个小伙伴问我，为什么主流品牌啊，索尼、尼康、佳能的旗舰相机的像素都不是这么高呢？那么今天在客人来之前呢，我简单的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。我们一边说一边来这个设置一下、布置一下我们今天要拍摄的一个场景啊。我觉得，因为这个宝宝已经是4周了，那么它我不是很确定它的尺寸呢，但所以说呢，在使用别的一些小篮子之前，我觉得还是先用一个这个冰袋来拍第一个它的这个背景啊，它的主题，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它来之后，我可以拍第一个，拍了之后我就知道它的尺寸是多大了嘛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我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道具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原来的话题啊，为什么这些旗舰相机的像素都不是很高呢？是吧？比如说像佳能的 R3， 它的像素才是我那天查了一下2400多万，索尼的 Z9，索尼的 A9 的像素好像也是2000多万吧。然后尼康稍微有一点例外啊，尼康最新的 Z9。旗舰机呢，它的像素倒是蛮高的，4000多万。但是除了 Z9 之外啊，尼康所有的单反啊，它之前的D1系列和现在的 D6的像素都不是特别的高啊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像素是衡量一个相机的重要指标啊，但绝非是唯一指标。我们在专业的领域啊，使用相机拍照的时候呢，有很多别的重要指标也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相机的高感啊，控制噪点的能力，对吧？这个也非常的重要。还有就是相机的操控啊，相机的防水滴、防尘、防震能力啊，它是否结实和牢固啊，是吧？相机的对焦功能啊，还有各种的配件之间的兼容性啊，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像素来说呢，它不是唯一的标准，因为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像素的高低啊，它并不是说啊，这个像素2000万的像素，就看不清一个什么东西了，就拍不到啊，只有4000万的像素能拍到，它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它一样是能拍到，只是说呢，像素没那么高的相机呢，比如说2000多万，它无法把照片放得非常的大啊。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镜头工艺都非常的好，对吧？现在的光学技术都很好，那不可能是说啊，由于你是2000万，然后前面是一只鸟，你就看不清楚它是个啥，那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那因此呢，像素呢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，而且你像素放得那么高的话呀，它有很多东西是受制约的。最明显的一个受到制约的东西就是它的存储设备，对吧？你那么高的像素，你说得要多大的存储卡，它才能存得了这么多的照片？而且还有个问题是，它这种专业的顶级单反，它这种专业的顶级相机，它是需要连拍速度非常的快的。如果你的像素这么高的话，那你怎么能达到一个这么快的连拍速度呢？它也是做不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这种旗舰机啊，比如说我们拍体育，对吧？体育记者、战地记者，或者说各种的摄影记者，他们就需要是有一个非常高的连拍速度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像素对他们来说呢，真的并不是唯一的指标。相反，比如说像摄影记者的话，是吧？他们拍摄的环境是多种多样的，有的时候呢是光线非常的糟糕的，在高感拥有一个好的控噪能力是比什么都强。然后还要考虑到相机的一些别的功能，比如说它是否就是皮实，像有一些战地记者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手上的相机全都是灰尘啊。在这种严苛的条件下，你必须要让相机是一个就是依然它是能稳定的去工作，所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。当然了，摄影的领域呢，它其实分化是非常的细的。如果有摄影师需要特别高像素的相机，比如说像一些风景摄影师，对吧？他的可能需要的像素就特别高。那这种情况呢，他可以选择一些别的型号的相机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么多，客人也马上就来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